嫦娥5号立下大功，从月球上带回的样品究竟发现了什么？为何说这将解开月球最大的谜团？中国的探月之路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来的？2020年12月17号，中国登月探测器嫦娥5号成功将1.73千克月球岩石样本带回了地球，这是中国首次从月球上采回样品，也是继美国与苏联之后第3个有能力实现月球往返的国家。在嫦娥5号带回月球样品之后，很快便进行了封存研究，外界也一直期盼着中国科学家能从此次嫦娥5号带回的岩石中分析出新的东西。而时隔10个月，关于嫦娥5号带回的月球样品就爆出了重磅消息。10月19号，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3篇中国嫦娥5号月球样品返回任务的研究结果的论文。在这篇新闻中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月球内部在约20亿年前仍在演化，月球冷却的速度可能比之前想的更慢。据获悉，此次嫦娥5号带回的样品属于月面上的玄武岩，这种岩石是火山活物的产物，而通过对岩石样品的研究，发现这些岩石大概形成于20亿年前。而这一发现也推翻了此前西方对于月球活动年限的结论。通过对比美国阿波罗号带回的35亿年前形成的玄武岩样品，这一次嫦娥5号带回的样品要年轻得多。而此前根据多月球样本进行的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显示得出的结论，西方认为月球火山活跃于至今29亿至28亿年前，而后停止了活动。但嫦娥5号的发现将月球火山活动时间推迟了近10亿年。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这样的结论意味着什么，但对于天体研究者来说，揭开月球内部演化的真相，无疑将揭晓月球最大谜团，即月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月球作为离地球最近的星体，自古以来便留下无数传说。古人通过仰望月亮来塑造神话，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制定历法，但对于月亮究竟从何而言，却一直一无所知。随着科技的发展，探索天体不再是梦想，而成为了现实。尤其是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代表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探究月球究竟从何而来，也成为科学家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在过去，人们对月球的形成提出了多种猜想。有人认为月球原本是一颗彗星，在接近地球时被地球引力所俘获，成为地球卫星的。也有人认为月球是外星人建造的人造星球，甚至有人认为月球是由远古时期地球智慧文明建造的，目的是为地球抵挡陨石。不过在众多假说中，科学界比较认可的是大撞击假说。在大撞击假说中，原本是没有月球的存在，但是在45亿年前，一颗巨大的行星与地球发生了撞击，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地球上不少岩石被抛出太空，但是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这些岩石逐渐聚在了一起，经过数亿年的融合，最终形成了月球。而在月球形成后，为地球阻挡了大量的陨石袭击，最终形成了今天月球环形山地貌。相比较其他假说，大撞击假说更符合地球的演化规律，更具备说服力。但直到今天，要证明大撞击假说还缺乏决定性证据。科学家认为，大撞击产生的极度高温会使得月球大部分物质呈现岩浆状。那段时间，月球地质十分活跃，并且随着岩浆活动，上下层的物质也在进行的交换。而要使得月球地质逐步冷却下来，可能需要上10亿的时间。所以说，对于月球起源最好的研究就是直接研究月球上的岩石。上世纪60到70年代，美国通过阿波罗计划采集到了不少的月球岩石。然而，由于当时的科技条件有限，对于月球岩石并不能展开非常细致的研究，并且这么多年来，阿波罗飞船采集的月球样品受到氧化作用，难以持续研究下去了。1976年，苏联的月球24号探月器从月球带回岩石样品后，此后44年，人类就没有从月球带回过任何东西。直到2020年，嫦娥5号带回2公斤月球岩石样品。因此，嫦娥5号所做的并非前人已经完成过的无用功。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此时对月球土壤的研究对人类了解月球会有很大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嫦娥5号发射的时候，就把登陆地点选在了在月球最大的月海风暴洋北缘的吕姆克山附近。因为科学家曾指出，月球的风暴洋地区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地质活跃度也更高，是研究月球构成的绝佳地点。如果能依靠从这里采集的岩石来推断月球地质活跃过程，就能为月球形成之谜提供最有力的证据。很显然，嫦娥5号办到了。
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此前并没有从月球带回样品的经验，但此次嫦娥5号整个采集过程到之后的封装以及科学研究都很专业，这也得益于前人的经验总结。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的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而布热津斯基也为中国人带来了一件礼物，重量为1克的月球土壤样品。尽管美国人的月壤十分微小，看起来仅1粒黄豆大小，但中国依旧十分珍惜。得到这1克样品后，中国政府将其一分为2， 0.5克收进天文馆用以收藏，另外0.5克提供给科学家研究。不过当时中国研究天体的科学家十分稀少，研究地外物质的更是寥寥，毕竟此前国内也几乎没人接触过这个，该领域在中国属于空白，而唯一能接手的便是地质专家欧阳自远了。1976年，中国吉林市北郊出现流星雨，一个大火球在白天从天而降，随即分裂成许多小火球，随后许多陨石落地，而欧阳自远承担了此次对吉林陨石雨的考察首席，并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大概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对地外天体物质的系统研究了。当美国人的月球样品送来时，进行研究的重任也落在唯一对地外物质有研究经验的欧阳自远身上了，因为他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天体岩石研究者。尽管看似专业跨度较大，但出人意料的是，仅仅用了4个月，欧阳自远团队就针对这0.5克月球样品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发表多达14篇论文，其中包括了月球土壤的矿物成分、化学成分、构造结构、微量元素、物理特性、产出环境等。通过欧阳自远的论文，中国初步建立起对月考察基础。1994年，欧阳自远任职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借着当时中国开展863计划，大力推进科学研究，欧阳自远也竭力向中央政府要求推动中国探月工程，而他的意见也得到中央重视。2004年1月24号，嫦娥1号项目正式得到批准，欧阳自远担任首席专家，由此开启了嫦娥探月之旅。2005年7月份发布的《科学发现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探月3步走的文章。文章表示，要在3年内发射嫦娥1号实现绕月，在6年内实现月面软着陆，并且在2020年前实现月球采样。同时，这篇报道还指出，当时全球主要的航天国家都有制定自己的探月计划，像日本就制定2025年建造月球基地，印度计划2008年发射首颗月球探测器，俄罗斯计划当年就首飞登月飞船，美国更是计划2015年返月，并在2020年在月球上建立月球太空站。但在今天，我们却发现，只有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目标。